看了这些伊朗的风景，我们已经被这些异域的特色深深的吸引。接下来，我们将会去伊朗进行一次15天的旅行。在这次视频里，我们会向大家分享我们此次伊朗之行所带的拍摄设备、旅行用品，以及分享一些在去伊朗之前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的旅行将会从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开始，这里有着古列斯坦、萨德阿巴德这些精美的宫殿。国家博物馆收藏着全伊朗的珍贵文物，还有间谍博物馆，也就是前美国大使馆，以及地标建筑自由纪念塔。接下来我们一路向南参观卡尚的精美庭院，随后来到丝绸之路的中心点伊斯法罕，在世界第2大广场周边参观宏伟的清真寺和宫殿。去亚兹德的路上还有一座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等待着我们。随后在这探访金庸小说中神秘的拜火教圣所。接下来我们将神穿2000多年，在波斯波利斯寻找波斯帝国的荣光，还将在设拉子了解伊朗最伟大的诗人哈菲兹。飞往什叶派圣城马沙哈德，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浓厚的宗教氛围。在伊朗第5大城市扎布里市，感受蓝色清真寺残缺的美，以及山间网红村坎多万。最后在里海旁边的安扎利港体验不一样的伊朗风情。经过了这回的新疆旅行，我们发现有的设备真的很重要，但是有的设备几乎就没用上。我们的拍摄主力依然是这台 i130，还有这个18105的镜头。相机的画质优秀，不会过热，发挥非常稳定，值得信赖。镜头广角虽然不够广，但是我自拍的时候，我的脸在画面里边刚刚好。长焦105也不是太高，但是是手持稳定的极限了吧，差不多。还能拍几张还行的游客照。目前的这颗11毫米的镜头够轻、够小，也够广。用途虽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有些时候的确是它的主场。比如说是在光线不足和需要广角的地方，我们晚上去酒店里边溜达，在机场狂奔的时候，它都是挺不错的选择。我们的运动相机用的是 GoPro 9，虽然有点老了，但是尚能返。这次带了这样的吸盘支架。上次带的那个吸盘支架质量太差了，也就是大概第3天吧，头就掉了 ，GoPro 还给摔了，还好没事儿，就买了个结实的，还买了一个这样的遮光罩，这样装上，减少玻璃上的反光。GoPro 的电池，这个是要重点批评 GoPro 的，我们的电池总共用的次数也不是太多，结果2个原厂的蓝电池全都鼓爆了。手机很重要，伊朗的很多清真寺据说是只能用手机拍，然后连 GoPro 也不让带进去，让人费解的规定。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只能用手机拍，就关注我们吧，我们亲测之后会告诉大家。这次我们还会带上一个全景相机 Insta360的 X3， 希望能拍到很多有意思的画面，特殊的角度很有意思，还能拍到很多传统相机难以做到的画面。我们这次要去好几个巴扎、马沙德的、伊斯法罕的很嘈杂的地方，如果用机器自带的这个麦克风的话，也就是勉强录到声音，然后后期会有很多的噪音，所以这次买了这个罗德的机顶麦，它可以屏蔽很多两侧和身后的声音。前几天出去玩的时候测试了几次，效果都挺好，值得期待。无线麦克这回一定得用上，在新疆的时候很多时候犯懒或者忘了拿出来，到最后就是声音只是勉强能用。这次我们打算用独脚架做相机的自拍杆，然后还是用这个快装板和这个云台来连接相机。然后它的这头除了可以连接这个三脚架之外，也可以把三脚架拧下来，然后装全景相机。就像是这样，然后再配合 Insta 本身的自拍杆消除的那个技术，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几个配件是上回带了，这次不打算带的。安地镜，最终发现它会发黄，拍的片子调色会很困难。还有一个是偏振镜，我发现好像用处不是很大。这2个镜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车窗拍完之后会有好像渔网一样的那种纹路。在拍车外的水的时候，就好像都漂浮着油的那种感觉。然后 GoPro 的这个脖圈其实是挺不错的，但是
我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要举着 GoPro 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机的防水罩，这回去伊朗那种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好像是也很难用得上。我们还是会用佳能6D 和1635来作为拍照的主力，很期待在伊朗能拍到的景色。这次15天的旅行，我们还是只要每天备份拍摄素材，回来再剪，所以这台 MacBook Air 老当益壮。上回带的500G 的硬盘有点紧张，就买了这块闪迪4T 的，甭说15天，出去玩3月都能装。还有这个罗马式2万毫安的充电宝，极大的缓解了我们的充电焦虑。这是我们大个的摄影包，可以装得下我们所有的电子设备。然后这个光影行星的单肩包，下车之后就靠它了，装得下摄像机、全景相机、三脚架、独脚架、充电宝、充电器，堆东西还防水。我们这次要带的设备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现在该轮到我了。这次因为毕竟是出国旅游，而且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伊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却不知道伊朗他们因为宗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导致他们对本国人和游客的穿着要求有多么的苛刻。首先说男性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可以穿短袖的上衣，但是不能穿跨栏背心儿，不能穿没有袖子的上衣。短袖可以到这儿，不是很要求特别严格。然后，但是裤子，男生的裤子必须要长裤，不可以穿短裤，哪怕7分裤都不可以，只有在家里可以。然后女生的话就更严格了，首先像我这样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一律不可以，必须要长袖的外衣、上衣，也就是说，顶多你的袖子到这个位置，就是露出手腕是 OK 的，但是再往上就一律都不行。然后裤子也同样是需要，像我这样的长裤。要到脚踝的长裤和长裙也是完全都不可以露脚踝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伊朗还是属于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所以我们决定是我带几件短袖的上衣，然后呢，就是准备几件像这样长的，衬衣，这样就可以既凉快又不会太紧箍着，然后呢也符合他们的服装要求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衣服必须要过臀，我还准备了一件像这样的，我觉得这种衣服就非常方便，你不仅可以作为外套这样套起来，它同样还有一个兜帽，可以把头发兜起来。至于为什么要有这个兜帽呢？这就是伊朗对女性着装的第2个最大要求。不能露头发，他们所有的伊朗女性，包括外国的游客都在内，必须要在头上包头巾，这个是已经写进伊朗的法律了。尽管去年9月份的一个女孩不戴头巾被警察拉到警察局，结果在警察局死亡这个事件，引发了伊朗特别大的抗议。从今年开始，听说，对女性戴头巾的要求没有那么严了，但是一般明文上面的规定，包括一些宗教场所，还是要求女性必须要戴这种头巾遮住头发的，所以这种戴兜帽的，就比较好。然后头巾的话，你可以去某宝也好，拼夕夕也好，就找这种什么民族风啊、波西米亚风啊的这种围巾，然后就这样把头发一包一围就 OK 了。他们其实也不是要求那么严，就是你如果围成这样露点头发上面啊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前2天发现了一个很方便的好东西，就是围巾帽，就是这样一个，而且还是双面的，这边一个花色，这边一个花色，你可以把它就是戴在头上，这么一搭就 OK 了。因为它不像围巾那么热，因为我们现在去的时候，伊朗那边有些城市的温度还能达到30度左右呢，就还是挺热的，所以这种就很方便。但是它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料子它有点滑的，容易往下掉，固定好就好。老外婆，这个是衣服方面的事情。
第二点要带的东西呢，毕竟这次是国外嘛，出过国的小伙伴都知道，国外它的电源可能跟咱们国内的不一样。伊朗是沿用的是这个德标插头，就是2个圆棍棍的这种。然后比较保险起见的话，你就买一个像我这样的这种，就是多功能的，每一个国家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你就是不用担心去那边你发现想充电，然后插头插不进去。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一定要记得带好这个插头呀。我们放所有充电的线呀、插头啊、设备的这个包，之前我也介绍过，这个包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它虽然看起来有点大，但是它分2层，上层这边是，这边是都可以插线。1根、2根、3根，就电源线就可以卷好了插进去。然后这边呢有各种放卡的，然后放一些其他充电宝啊之类的一些东西，都很方便。然后下层是一个比较深的槽，这里我们一般都会放一些大的充电的设备，然后转换插头，还有这个也挺重要的。这个我们买的是一个没有连接线的一个4孔插线板。这样的话，你在充电的时候就可以每个插线板4个方向就都可以用上。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充很多设备，不用担心设备打架。换洗衣物上面呢，我们还是坚持以前习惯的点，就是买这种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内裤。这样的话，在旅行中是非常方便的，你就是穿1条扔1条，也不用担心洗了干不了或者没有空间洗。另外就是我很介意酒店的毛巾，我怕它不干净，所以我会带这种就是压缩的一次性毛巾。就是这种压缩的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它比较小颗，糖果一样，但是它需要遇水才能膨胀，而我一般用毛巾不太喜欢太湿的，我喜欢用干一点的毛巾，所以还有这样一种选择，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旅行装，然后里边大概是10条，然后干的这种无纺布的毛巾，然后用1条扔1条也 OK， 挺方便的。然后另外，因为这些毛巾它都是小个的，只能方便洗个脸呀或者擦擦手之类的。然后你洗澡的毛巾呢，我们就买了2个。当时买的时候说是一个专业的户外品牌的速干毛巾，这个毛巾我们也是去新疆的时候第一次用。然后用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毛巾它湿了之后很快，可能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它就能干了。而且它这个毛巾的这个包装你也可能看到，它是带孔的，带气孔的。这个气孔它就方便这个毛巾拎水。如果你要是发现这毛巾没干，那么你可以把它叠好了装进去，然后这儿有2个小挂绳儿，你就把它装到你的包包外面，挂在你的包包拉锁上。这样的话，在行动中风干，它就干了，你又不用担心这个毛巾干不了，最后一股发霉的味儿。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看了这么多视频，我没有见到有一个人提，就是耳塞。就真的你出行，尤其是像我这种睡眠浅的人，特别重要。不管是飞机上还是酒店里。然后，如果你出现没有耳塞，然后周围又有很嘈杂的环境音的时候，这个耳塞特别有用。我记得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还有以前去埃及的时候住的酒店，那楼底下叮了咣啷的舞曲，一直放到后半夜。你如果要是睡眠浅，太受影响了，所以必须要预备着1对到2对耳塞，你就是替换，然后以及万一要是丢了，你还有一个能再用的。还有一点就是热水壶，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外国的酒店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酒店是没有热水壶的，老外他不喝热水。国内酒店的热水壶的卫生问题也屡屡被大家拿出来吐槽，所以呢，我们就每次会有一个这样的折叠的热水壶，因为这样很方便。这个热水壶我们去新疆的时候也介绍过，我就觉得它特别方便，它叠起来之后就这么大，这样一个小小的圆形的，然后呢，盖儿里边是食品级不锈钢，它这上面有标食品级的，拉住这个底下的把手，给它一蹬，它就出来了。中间是食用硅胶，就是食品级的硅胶，耐热的，然后底下这边也是食品级的不锈钢。然后这边有小把手，这样有一个小壳头，一壳就壳住了，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拿着。然后这边呢是插电源的，
这一壶水是500毫升左右吧，然后大概用3到5分钟就可以烧好了。然后不用的时候就把它这样一压，它就又回来了。然后把盖子盖好，把这个搬下来一合，它还附赠一个这个小旅行袋，我觉得这点特别贴心。然后把它装下来，一封口，再放在包包里边、箱子里边都不碍事儿，非常方便。我们之前带的是家用拖鞋，那种拖鞋就觉得有点占地方，也有点沉。后来看见网上有这种折叠拖鞋，薄薄一片2只，然后就是勒过来这么一系，就可以是一个拖鞋。但是质量一般，也不知道禁不禁用，然后以及脚踩进去之后会不会打滑，我们会在用的途中，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另外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比如说感冒药、创可贴、治拉肚子的这些常备的药，然后就是洗漱用品，我的小化妆包，然后一些墨镜啊，然后帽子啊，这些防晒的东西，因为毕竟那边沙漠比较多，可能会比较热、比较晒。最后，除了这些旅行要带的设备和生活用品之外，还有2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换汇。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伊朗它是用当地的钱叫里亚尔，而他们当地的钱其实是有2种，还有一种是叫土曼。但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说，所有的游客只能换到里亚尔，里亚尔不能在国内换，所以只能在国内换好了美元或者欧元，到当地再换。但是呢，官方汇率非常的糟心，就是很低。大部分的游客去那边呢，都是找黑市啊，然后或者说找酒店啊去换汇，而且他们换汇的汇率都每天都在变化很大，所以现在我没办法告诉你们，就是现在1美元可以换到多少里亚尔，只能等到了伊朗之后，等换到了钱，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现在差不多能换多少钱。然后第2点呢，就是上网的流量，查到有人是建议说到伊朗那边买一张当地的电话卡，大概是1个月30G 的流量，才20多块钱，很便宜。但是信号非常差，很可能传一个东西根本就传不出去。而我们呢，因为算是短期旅行吧，因为只有15天，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移动的那个“一带一路”流量包。我们买的时候比较合适，它正好是暑期期间有特惠，买1送1。我们就数好了日期，就是从到当地开始，然后算一共是需要买12天的流量，是248，也就是说248，我和舍友2个人就都够用了，就是20块钱1天不封顶。就是你使完了之后，你再用，只不过是会给你降流量的速度，而不会不让你上。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说特别缺钱，或者说长途旅行需要节流啊、省钱这种目的，还是尽量的买这种“一带一路”流量包，很划算的，而且效果真的挺好的，好到我可以连线打游戏，所以还是挺值的。好啦，我们的前期准备已经向大家介绍完了，越来越期待到伊朗的行程了呢。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伊朗的古迹和美景。之后我们会向大家介绍我们在伊朗遇到的趣事、吃到的美食和看到的美景，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烤爸爸，烤羊排，我们来了！